大伙好，先跟诸位唠句实在话，念书那会儿，你们谁没遇过这么一档子糟心又发寒的事儿？课间或是晚自习，独自扎进教学楼公共厕所蹲坑，脑袋埋着刷手机，后脊梁骨猛地窜起一股透骨凉气，说不清哪块地方不对劲儿，就笃定隔壁隔间有东西盯着自个儿，慌忙抬眼扫遍四下，空荡荡的隔板下头，连半只脚的影子都瞧不见。整间厕所明明白白就你一人，末了只能宽慰自己，纯属胡思乱想。低头接着摆弄手机，可那股被死死盯住的压迫感半点没减，反倒越来越沉。后脖颈皮肉凉得发僵发青，实在熬不住，慌慌张张擦净起身提裤，3步并2步冲出厕所，站在门口回头打量，过道安安静静，墙根角落干干净净，半分异常都寻不着。10回里头有9回全是人自己吓自己。可有一种情形，你半分玩笑都开不出来，那股寒凉绝不是错觉。你低头垂眸的刹那，坑洞深处当真有东西仰着整张脸，死死往上瞅着你。今儿咱就踏踏实实唠一桩藏在老旧大专教学楼厕所里的邪乎旧事。故事主角是我从前物业公司的同事大刘，河南洛阳本地人，看10出头，维修班组班长。他们物业承包了洛阳一所老牌专科院校的后勤维保，早先校名唤作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后来院校合并升格成本科院校，对外换了新名头。本地老一辈师生照旧顺口喊他老工专。这所学校始建于1950多年，校园里留存大片同期红砖砌筑的老式楼宇，墙体厚实，窗洞窄小，看着敦实厚重，内里配套管线设施早已老化破败锈蚀，淤堵轮番出故障，批天2头报修。大刘手下带7名维修技工，整日围着上下水管道打转，脚不沾地，压根歇不下片刻。整件怪事发生在去年9月刚开学那几日，秋老虎势头正猛，日间气温稳在开至10余摄氏度，露天站片刻，浑身往外冒黏腻热汗。当日午后2点半，行政办公室打来报修电话，称老行政楼 C 楼东侧卫生间淤堵2日，污水漫溢满地，整条楼道飘着挥之不去的馊腐异味，催促维修班组即刻上门疏通。这栋行政红砖楼是全校1950年同期落成的首栋卡层建筑，最初规划为理化实验教学楼，新实验综合楼宇竣工投用后，才改造为行政办公用房。楼内存有路间常年锁闭封存的房间，门窗封死，无人知晓内部堆放何物。校内学生私下传过不少无根流言，有人说60年代特殊时期，这里临时关押过留校教职工，还有人讲屋内供奉早年老校长牌位，全是捕风捉影的闲话。大刘常年穿梭这栋楼宇检修管线，从来没把这些坊间传闻放在心上。他只清楚1楼卫生间早已彻底封停，对外说辞是地下排污柱铁主管全线锈蚀穿孔，无修复价值。2楼 C 楼卫生间勉强凑合用，淤堵故障从未间断。挂断报修电话，大刘喊上学徒小陈，推上满载维修器械的4轮工具推车，动身赶往老行政楼。午后得点出头，室外日光毒辣刺目，刚跨进楼宇正门，一股浸着霉土味的寒凉气流瞬间裹住周身，墙体厚重，窗洞狭小，即便白日正午，整条走廊依旧昏暗阴沉。头顶悬挂的40瓦日光灯管持续发出嗡嗡低频震颤声响，惨白冷光扑洒下来，照得人面色惨白，毫无血色。报修点位设在西楼东侧最南端，侧间木门虚掩，浓烈馊臭味顺着门缝往外涌。大刘一行人常年跟管线淤堵打交道，对这类异味早已习惯，没多做避讳，直接推门迈入侧间。侧间面积狭小，靠墙排布4组独立隔间，另一侧通常砌筑小便池，地面铺设50年代老式米白釉面瓷砖，砖面密布交错裂纹，缝隙内嵌满发黑淤泥。整间侧间无对外通风窗户，仅天花板悬吊1盏双管日光灯，其中1根灯管彻底损毁，剩余单根灯管持续频闪，滋滋啦啦传出电流接触不良的刺耳杂音。4间隔间木门全部闭合，大刘逐扇推门查验，前3间内部空空荡荡，蹲坑干燥无积水。走到第4间，
也就是最靠里侧的隔间，伸手轻推木门，纹丝不动，像是有重物从隔间内部死死抵住门板。大刘顺势弯腰，顺着隔板下方预留的15公分空隙向内张望。隔板离地的缝隙刚好能看清蹲坑周边地面，就这短短一眼，浑身上下所有汗毛瞬间根根直立。他透过缝隙看见一只手掌五指完全张开，牢牢按压在木门下半截板面，肤色惨白的违背常理，是长期浸泡在积水中泡胀发皱的死白，表皮褶皱堆叠，指甲异常修长，边缘参差不齐，指甲缝隙塞满乌黑淤泥。大刘第一反应是校内教职工或是留校学生在隔间内突发晕厥，他立刻直起身，卯足力气再度推门，门板依旧被内部力道顶得严丝合缝，分毫挪不动。情急之下，他侧身用肩膀狠狠撞击木门，哐当一声闷响，门板撞开一指宽细缝，转瞬又被内部力道猛地回弹闭合，巨大震力撞得他右肩酸痛发麻。门缝敞开的短短一瞬，他清晰看清隔间内部全貌，地面上没有倒地晕厥的人，墙角蜷缩一团模糊黑影，整团躯体向内紧紧收拢，如同受重伤蜷缩的野兽。周身衣物完全浸透，水珠顺着发梢持续滴落，在瓷砖地面挤出一滩浅黑水迹。身上裹一件藏青色老式粗布短衫，款式停留在I0年代，布料吸饱积水后紧贴皮肉，颜色暗沉近乎发黑。黑影听见门外撞击动静，缓慢抬起头颅，黏腻湿发顺着脸颊两侧滑落，露出整张浮肿发胀的面孔，肤色和方才缝隙瞥见的手掌一模一样，泡得发白肿胀，五官轻微变形走样，唯独双眼布满细密猩红血丝，瞳孔收缩成2粒极小黑点，直直向上，与大刘的视线精准对上。大刘受惊吓，猛地向后踉跄倒退，后腰狠狠撞在洗手台水泥台沿，尖锐痛感顺着腰腹蔓延。他想开口呼喊身侧小陈，喉咙却像被湿抹布死死封堵，嘴巴大张，半点声响都发不出来。就在这短短数秒，墙角那团黑影开始挪动，并非正常人直立起身，而是四肢全部贴地，形似蜘蛛般顺着墙角缓慢向外滑移，四肢关节扭转出违背人体骨骼结构的诡异角度，脖颈反向弯折，头颅始终朝上扬起，那双猩红眼睛一刻不曾离开大刘，湿发拖拽地面，留下一道细长湿润水痕。小陈，大刘拼尽全力嘶吼出声，嗓音撕裂沙哑。走廊外抽烟等候的小陈听见这声惨呼，手里烟卷惊得脱手落地，快步冲进侧间，慌张询问：师傅，咋回事？大刘指尖颤抖，指向最内侧第4间隔间，嘴唇哆嗦，拼不出完整语句。小陈半信半疑伸手推门，木门吱呀一声，毫无阻碍完全敞开，内部没有任何东西抵住门板。小陈回头望向大刘，脸上满是茫然不解。师傅，里头啥物件都没有。大刘快步冲到隔间门口，入目景象让他心头骤然下沉。隔间内部干干净净，陶瓷蹲坑完全干燥，整块瓷砖地面没有半分潮湿水迹，没有浸透积水的粗布衣衫，没有长指甲泡胀手掌，更没有方才仰脸对视的那团黑影，方才冲撞门板的钝痛，胸腔狂跳的剧烈心跳，全是实打实的真切感受，绝非凭空臆想。他弯腰伸手触碰地面瓷砖，秋日持续高温烘烤之下，砖面带着微弱温热，指尖摸不到一丝潮气。恰在此时，头顶频闪灯管骤然熄灭半秒，短暂黑暗间隙，大刘眼角余光扫到木门背面附着异样痕迹，并非张贴海报或是涂鸦，是深浅交错的刻痕。等灯管再度亮起，那些刻痕凭空消失，整块木门板面光滑平整，看不出半点印记。大刘心底咯噔一下，立刻吩咐小陈掏出手机开启强光手电，关闭侧间全部照明光源，手持手电斜向对准木门板面照射。黑暗环境下，斜打光束将门板背面密密麻麻的刻痕完整映照出来，从人体腰部高度一直延伸至门板顶端，全是依靠指甲硬生生抠挖出来的文字，刻痕深度不一，多处木层被直接抠穿，字迹细小扭曲，
层层堆叠交错，像是刻字之人陷入极致癫狂，反复描摹同一语句。大刘凑近门板，逐字辨认，读到第卡行，握持手电的手掌控制不住剧烈发抖。门板上反复重叠的字句翻来覆去只有几段：我在下面，我在下面，我在下面，下面好冷，有人吗？我听见你们在上面走路，我喊了，你们听不见，放我出去。门板最底端一行刻痕最深，木质板面被抠出长条凹槽，笔画扭曲缠绕，能看出刻写之人耗尽全身气力。末尾4个字：水要涨上来了。当日晚些时候，退休留校的胡老师来维修班茶水间打水，闲谈间道出一桩尘封10年的旧案。听完完整经过，大刘指缝夹着的烟卷险些脱手滑落。19多路年盛夏，全年气温最高的一段时日，彼时院校名称仍是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这栋科层楼宇依旧作为理化实验楼投入使用。暑期大半学生离校返乡，一名2年级本地县域女学生选择留校勤工俭学，负责整栋实验楼日常清扫、实验台擦拭工作。姑娘性格文静内向，不善与人交谈，家境普通，留校只为赚取新学期学费。代教老师交付她整套实验楼钥匙，安排每周2次全面清扫任务。1月15日午后2点出头，当日气温突破15摄氏度，校内留校师生极少。有人亲眼看见这名女生拎着塑料拖把、铁皮水桶，独自走进实验楼正门，这也是所有人最后一次看见她。当晚同宿舍留校同学只当她独自前往市区闲逛，并未放在心上。次日正午，女生依旧未返回宿舍，辅导员察觉异常，召集全部留校学生在校内全域搜寻整整1日，操场、教学楼、食堂、宿舍、器材库房全部排查完毕，没有半点踪迹。一名留校学生随口提及，昨日午后看见失踪女生走入实验楼，众人立刻携带手电赶赴实验楼。楼宇正门从外部锁闭，撬开铁锁，逐层搜寻教室、实验室、器材储藏室，依旧一无所获。最终一行人寻至卡巴楼东侧侧间，彼时此处规划为女卫生间，木门从内部反锁，持续敲门呼喊，无任何回应。众人合力撞开木门，侧间内部景象让所有人心头发沉。拖把歪斜倾倒在洗手池边缘，水龙头全开，水流不停冲刷台面，地面积满浅层积水。蹲坑侧边整齐摆放一双蓝色塑料凉鞋，鞋尖朝外，洗手池横杆搭着半块清洁抹布。整间侧间唯独不见失踪女生身影。侧间无对外通风窗户，四面实心砖墙封堵，天花板仅留有一口脸盆大小通风口，口径狭小，成年人无法钻行。一名正值青春的女学生就这般凭空消失在密闭空间，校方当即报警。公安办案人员对整栋实验楼开展全方位勘查，撬开多处地面瓷砖，排查墙体夹层，没有寻获半点有效线索，无血迹，无打斗撕扯痕迹。现场除女生自身物品外，未提取到陌生指纹。整件事唯一不合常理之处在于地面积水，水龙头全开持续放水，积水本该顺着门缝流淌至外部走廊，可当日所有积水全部封存在侧间内部，多余水流去向无从查证。案件排查数月，始终无法锁定失踪女生下落，最终归类为无法破解的悬案。校方担心流言扩散影响次年招生，刻意封锁整件事消息，逐年淡化，极少有人再主动提起。后续实验楼改造为行政办公楼宇，东西两侧侧间调换使用功能，东侧原女厕改为男厕，西侧增设女厕。这段往事更是彻底被掩埋。自19路年那桩失踪事件过后，这间最内侧隔间从未消停，隔5年便会有教职工撞见异常，有加班至深夜的女教师独自如厕，低头透过隔板缝隙，看见隔壁坑位边缘伸出数只手掌，指甲反复抠挠瓷砖板面，发出滋滋摩擦声响。还有人看清其中一只手腕缠绕红色棉绳，当年失踪女生手腕恰好佩戴同乡室友赠送的红绳，是老家庙宇求取的平安饰物。
大刘听完胡老师讲述，喉咙干涩发紧，午后撞见那只炮仗手掌。他慌乱之下未曾留意手腕是否带有红绳，可那张浮肿泛白的面孔，门板上反复刻写的我在下面，所有线索瞬间串联对应。他顺势追问胡老师，1楼侧间彻底封停，对外说辞是管道彻底锈蚀报废，实情是否另有隐情？胡老师沉默许久，缓缓叹气开口：1楼侧间是女生失踪次年全面封死，对外宣称管线损毁无法修复，真实缘由是当年公安排查阶段，多次有人听见1楼地下管道传出微弱响动，校方直接安排瓦工封堵侧间木门，水泥浇筑封闭蹲坑坑洞，杜绝任何人靠近。说完这番话，胡老师抬手轻拍大刘肩头，压低嗓音叮嘱：我跟你说透这些旧事，是让你心里存个防备。7楼这间侧间能绕开就绝不踏入，实在必须上门检修，千万不要进最内侧第4隔间，那处蹲坑地下管道落差最深，隐患最重。话音落下，胡老师掐灭手中烟蒂，端着搪瓷茶水杯转身离开。茶水间只剩大刘一人，后背层层浸透冷汗，浑身寒凉。当日夜间，大刘躺在床上彻夜失眠，脑海反复浮现木门背面密密麻麻的刻字。从前他总觉得坊间灵异传闻全是无稽之谈，可今日亲眼撞见的种种异象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辗转反侧至后半夜，一个惊悚念头突然钻进脑海：倘若门板上的刻字并非学生恶作剧，倘若当年失踪女生从未离开，她一直被困在蹲坑下方的管线深处，这个念头一旦滋生，再也无法压下。次日清晨到岗，大刘没有带上学徒小陈，独自携带全套检修器械前往老行政楼。工具包内特意装入2样核心设备，一台大功率强光防爆手电，一套单位上月新采购的7毫米高清管道内窥镜，内窥镜配套40米耐磨铠装传输线缆，前端搭载磁掰60度旋转 LED 补光探头，可无线连接智能手机，实时传输管道内部画面，是班组专门用于探查墙体、地下暗管淤堵、破损点位的专业设备。他打算深入管线内部，查清蹲坑下方究竟藏着什么，径直登上 C 楼东侧南侧，反手锁闭第4间隔间木门，弯腰蹲在陶瓷蹲坑前方，开启强光手电对准坑洞入口。老式陶瓷蹲坑开口狭窄，向内望去一片漆黑，一股刺骨凉气顺着洞口向上翻涌，混杂地底潮湿霉味儿，还裹挟一缕极淡的腐朽腥气。大刘调试内窥镜探头照明亮度，手机无线连接设备主机，将探头缓慢送入坑洞。手机屏幕最先呈现1950多年标准灰口铸铁排污管内壁，管壁附着厚度来 mm 硫化铁锈垢，黄褐色水垢层层堆叠，观感令人不适。线缆向下推送2米有余，管道出现90度直角弯折，管壁材质骤然变化，不再是统一铸铁管材，替换为粗糙线胶水泥面层。大刘心底升起疑惑，按照楼宇原始管线施工规范，坎垒楼排污主管应全程采用直径150毫米灰口铸铁管，垂直贯通2楼、1楼，直连室外化粪池，弯折处不可能出现水泥浇筑管壁。他继续缓慢下放铠装线缆，总长度持续递增，水泥管壁之上逐步浮现密集抓痕，5道一组，排布规整，明显是人类指甲反复抠挖形成，刻痕深浅不一，从管道弯折点位一路向下延伸，越往地底深处，抓痕愈发浅淡，末端化作模糊拖拽痕迹，像是刻痕之人耗尽气力，指尖无力滑落管壁，整片水泥内壁布满交错抓痕，光是盯着屏幕，头皮便止不住发麻。大刘刻意放轻呼吸，单凭这些痕迹就能想象被困之人当时求生欲有多强烈。线缆持续下放，累计送出50路米长度，远超窄层楼宇正常垂直管线落差。就在他准备继续向下推送探头，探查更深区域时，屏幕深处漆黑地底有一团物体骤然晃动。下一瞬，一只惨白手掌从黑暗深处猛地探出，死死攥住内窥镜摄像探头。手机屏幕剧烈震颤晃动，机身险些从大刘掌心脱手飞出。
他死死攥紧内窥镜操控手柄，清晰感知线缆末端传来稳定向下拖拽力道，绝非管线淤泥杂物卡滞，是有活物牢牢抓住探头，缓慢向地底深处拉扯，力道不算狂暴，却持续稳定，如同水下被困之人攥紧唯一救命绳索，一点点向下拖拽铠装线缆。线缆持续向外滑动，大刘掌心被硬质线缆勒出红痕，冷汗浸透手掌。他双脚蹬住蹲坑两侧瓷砖立面，全身发力猛然向后回拽。啪的一声轻响，地底拖拽力道骤然消失，大刘受力向后仰面摔倒，后脑勺重重撞击隔间木门板面，手机脱手摔落在瓷砖地面。他顾不上头部钝痛，慌忙捡拾手机，反复按压开机键。万幸机身没有损毁，点开内窥镜自动存储的全程录像，一帧一帧慢速回放，绝大多数画面全是模糊水泥管壁，直到某一帧画面短暂定格，屏幕中央清晰浮现那只泡胀惨白的手掌。大刘不敢继续向后翻看剩余录像，快速收纳全部检修器械，近乎奔逃般冲出这间斜户隔间，站在老行政楼正门之外。9月正午烈日暴晒，周遭行人全部热得冒汗，唯独大刘浑身冰寒，内搭工装整件被冷汗浸透，紧贴皮肉。此刻他终于理清整件事的完整脉络。当年失踪女生并非凭空消失，是失足坠入蹲坑管道。195吨年人防防空洞施工结束后，楼宇地基出现不均匀沉降，防空洞顶部土层大面积脱空塌陷，整段铸铁排污主管被撕裂巨大破口。事发当日，女生清扫侧间，或是蹲坑边缘瓷砖湿滑失足，或是俯身捡拾掉落物品，整个人栽进坑洞，顺着断裂错位的排污管道坠入地底深层空腔。坠落途中，他并未当场失去意识，清醒过后，在无边黑暗里拼命向上攀爬，用指甲反复抠挖水泥管壁，留下成片密集抓痕。体力耗尽，便仰起头颅，对着上方侧间呼喊。可楼层墙体厚重管线隔绝所有声响，楼上教职工、学生完全无法听见。当日午后，大刘泡在后勤资料档案室，翻查整栋院校全部建筑档案，从1959年建校图纸到历年楼宇翻修、管线改造存档资料，全部存储在档案室台式电脑硬盘。他调出老实验楼原始排污管线施工图纸，放大查看 C 楼东侧侧间排污走向。按照图纸规划设计，排污铸铁主管垂直向下穿过2楼、1楼楼板，直通楼宇外侧标准化化粪池。可他检索完整档案库，始终找不到这栋红砖楼化粪池任何施工备案图纸，并非档案遗失，是楼宇最初规划阶段压根儿没有配套化粪池施工方案。他再度调取数年前校园地下管线改造留存的2维探地雷达扫描图纸。当年全域开挖电缆沟前，校方采用200兆赫兹天线探地雷达，对校园地下卡姆至10米地层完成全域电磁波扫描。点开老行政楼对应扫描剖面图纸，大刘瞳孔骤然收缩。雷达成像清晰显示，行政楼地下5至大 m 地层存在一处大面积不规则地下空腔，可整栋楼宇原始建筑图纸从未规划任何地下室。地下储物空间空腔精准坐落客楼东侧侧间正下方排污铸铁主管下行至2楼楼板位置，彻底断裂开口。管口悬空垂在空腔顶部，所有侧间冲下的污水杂物全部直接坠入这片地底空腔。2日后，校内基建处发布施工通知，老行政楼后侧开挖弱电电缆预埋沟槽，挖掘机开挖至干次米深度，铲斗触碰到一块巨型线胶水泥封板，持续挖掘后，施工人员察觉异常。这块水泥封板覆盖范围几乎等同整栋红砖楼后半段地基。施工班组起初判定为废弃老式化粪池，撬开封板边角，所有人全部愣住。水泥板下方是一处成型人防防空洞，建筑面积200余平方米，层高接近4米，内部砌筑多道隔断隔间，靠墙摆放锈蚀报废铁制置物架，洞内所有物资尽数腐烂碎裂，浓烈霉土味混合铁锈腥气顺着开口翻涌而出。防空洞顶部垂落数根断裂排污铸铁管，
管口正对地面中央一处大型积水深坑，坑内盛满漆黑死水，水面平整如镜面，无法测算水深。7楼侧间所有污水全数顺着断裂管道汇入这处深坑。防空洞内壁留存褪色红漆字迹，漆皮大面积卷曲剥落，依旧能够辨认1965年人防工程。1965年正是全国大规模开挖人防防空洞的时期。可这处防空洞完工后，为何彻底封死，无对外通行出入口？一名年近70的退休老教师闻讯赶到施工场地，望着防空洞开口长长叹气。我打念书那会儿就知晓这处地底洞体，当年开挖施工中途突发大面积塌方，数名施工工人直接掩埋在土层之下，受限于当年施工设备、救援条件，无法完整挖掘施救，上级直接下令浇筑水泥封死全部出入口，后续在封土上方修建实验教学楼。这件事儿当年统一封锁消息，不再对外提及，至此所有线索全部串联。1966年失踪的女学生并非第一个坠入地底空腔的人。早在她之前，开挖防空洞时遭遇塌方，被困土层深处的施工工人早已长眠这片地下。而7楼东侧侧间恰好完整修建在当年塌方区域正上方，每一次冲水排污，每一回管道淤堵上门疏通，都会将地面动静、声响顺着断裂管道传递至地底空腔深处。当年女生失足坠入坑洞那天，侧间水龙头持续放水，地面积满浅层积水，却没有半分水流溢出侧间门缝，所有积水顺着地基撕裂的管道破口，尽数汇入地底防空洞积水深坑，流淌至多名被困者长久停留的黑暗区域。大刘跟随施工人员顺着简易扶梯踏入防空洞，脚踩潮湿水泥地面，手电光束扫过中央漆黑积水坑，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在强光照射下浮现细密环形波纹，一圈一圈从水坑正中央向外扩散，分明是水底有物体持续活动。他没有继续停留探查，转身顺着扶梯返回地面，走到露天工地边上，蹲下身点燃一根烟。抽完整支烟，他掏出手机，彻底删除内窥镜内部全部存储录像，照片拨通物业公司主管领导电话，如实汇报老行政楼排污管线存在结构性破损，常规疏通无法根治故障，需要委托外部专业非开挖管线修复团队进场，整栋楼与排污系统全部翻新改造。领导应允，安排他对接外部施工单位。挂断电话，大刘回头望向远处扛层红砖老行政楼，狭楼东侧侧间窗户漆黑空洞，在9月正午阳光照射下，和其余窗洞看不出半点差别。当日夜间，大刘陷入重复噩梦，梦里他独自站在老行政楼哈楼东侧侧间，4间隔间木门全部敞开，头顶灯管持续频闪，他一步步走向最内侧第4隔间，俯身看向陶瓷蹲坑深处，漆黑积水之下，一张惨白浮肿面孔缓缓浮上水面，仰起头颅，一双猩红眼睛直直望向他，嘴唇开合，声响顺着多层管道，水泥墙体反复折射，形成沉闷嗡嗡回音，反复听清数遍，才辨明完整语句，下面不止我一个人。大刘猛然从梦境惊醒，窗外天色依旧漆黑，远处居民区犬只疯狂吠叫，像是对着空无一人的暗处持续嘶吼。后来地底防空洞后续处置方案，我未曾打听详细经过。大刘去年年底主动递交辞职报告，离开干了多年的物业维修班组，转行全职驾驶网约车。辞职真实缘由，他从未向单位同事细说。某次我约他街边小酒馆喝酒，几杯白酒下肚，他卸下防备，跟我吐露一句至今刻在我脑子里的话：我干管线维修这些年，爬过的管道井少说个百，多则一白，各类淤堵、腐烂杂物、蛇虫鼠蚁全都见过。可我这辈子忘不掉内窥镜屏幕里撞见的画面，不是那只手掌攥住探头的瞬间，是探头被攥紧前。我透过镜头看见地底积水里漂浮着许多颗人头。他停顿片刻，酒杯凑近唇边抿一口，继续往下说。当年塌方被困的施工工人，失足坠管的女学生，她从来不是独自待在地下。长久以来，她和那群被困地底的人
一同守在漆黑积水深处，门板上反复刻写求救字句，根本不是单纯向外呼救，是他能听见地底其余被困者的细碎动静。人长期被困密闭无光、潮湿阴冷的极端环境，心里会出现无法自控的异常行为，反复用指甲抠刻文字，不是期盼有人看见，是依靠指尖持续发力的痛感，压制耳边源源不断来自黑暗深处的细碎声响。说完这番话，大刘饮尽杯中剩余白酒，起身抬手轻拍我肩膀，说先走一步，次日凌晨还要出车接单。大刘转行网约车之后，某日深夜2点，平台推送一单目的地为老公专校门的订单，他起初打算直接取消，可乘客来电语气急切，称家中突发急事，必须立刻返校。犹豫片刻，他还是驱车前往院校正门。车辆停稳在校门口，一名年轻女学生拖着行李箱下车，独自朝着校园深处步行。大刘坐在驾驶座，下意识望向园区腹地。老行政楼 K 楼东侧窗洞，孤零零亮着一盏橘黄色灯管。凌晨2点，整所院校万籁俱寂，唯有这一处灯光在漆黑夜色里格外扎眼，像有人长久等候。大刘踩下油门，掉头驶离校园。车辆驶出不足1公里，后排座椅传来轻微水渍响动。他透过后视镜查看，后排坐垫浮现一块拳头大小湿痕，像是有浸透积水的物体短暂搁置。他立刻摇下车窗全部玻璃，踩紧油门，全速赶回自家住处。次日清晨，他仔细检查后排坐垫，前一晚的湿痕已然干透，座套表面残留一圈模糊印记，轮廓分辨不出任何具体物件。他当即拆卸整套后排座套，直接丢弃处理。今日这桩藏在老校红砖楼侧间的旧事，就跟诸位唠到此处，日后诸位在校独自如厕，若是赶上晚间独处侧间灯管频闪故障，务必记牢课条，避忌规矩。第一，绝不主动走入整排隔间最内侧一间。第二，就算实在憋闷不得已进入，低头之时切勿看向隔板下方缝隙。听见管道内部传来细微拖拽抓挠声响，立刻起身离开，切勿停留张望。你永远无法预判隔板缝隙另一头会不会有数根长期浸泡积水的惨白手指，从坑洞深处缓缓探出，轻缓抠挠瓷砖地面。咱们下回再唠别的邪乎旧事。